婚礼前一晚，未婚妻发了条朋友圈，嫁给初恋男友的替身，会幸福吗？底下评论区都在猜，这次我会砸钱还是送奢侈品包去讨好他？可我什么都没做，默默通知亲友取消婚约，飞往西藏旅游。婚礼当天，新郎不在，他却发了疯，满世界打听我的消息，求我回来。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秦总，您确定要取消蜜月，改为去西藏的机票吗？听我婚礼前突然要去独自旅行，秘书惊讶半晌才说出话。可是您跟柳小姐的婚礼继续，不过她的新郎换人了。我捏紧手机，让声音尽可能保持平静。半个小时前，我满心欢喜地筹备完婚礼现场，回到家打给未婚妻刘雪晴报备，却手滑点进了她的朋友圈，一向都是空白的页面，赫然出现了一句话：嫁给初恋男友的替身，会幸福吗？发布时间是1分钟前，底下评论区聊得热火朝天，他们都在猜我这个恋爱脑，这次会砸钱还是送奢侈品包去讨好刘雪晴？可我却直接懵了，手脚麻痹了很久。替身2个字就像重锤击在我的心脏，几乎窒息。恋爱3年，我依然记得初见他时一眼万年的心动，他看我的眼神炙热而又隐忍，我以为他对我也是一见钟情，现在细细回味，才知他是透过我找寻另一个人的影子。我不由得想起1周前求婚的那一幕，我手捧999朵烈焰玫瑰，第9次向他求婚。刘雪晴终于答应，我激动地拥抱她，那一刻却听到她情不自禁地喊了声赴宴，我愿意。当时我以为是幻听，没注意到她狼狈茫然的表情，还笑得没心没肺。现在想来，那就是她初恋的名字吧。通知秘书取消蜜月后，我想跟刘雪晴提分手，才发现那条朋友圈对我隐藏了。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欣慰她还在乎我的感受，还是该生气她故意隐瞒。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先通知亲友取消婚礼。这时，手机却忽然弹出了刘雪晴闺蜜的电话：“宇哥，雪晴喝醉了，我们在你家楼下，你下来接她吧。”听筒里，我还听到刘雪晴甜腻的声音喊着：“赴宴哥。”本来今天她答应陪我去布置婚礼的，临时却被叫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我压下纷乱的情绪，挂断电话，起身下楼。出门换鞋时，不经意间看到角落有一条落灰的手串，跟我现在左手腕上戴的是一对，是当初我们确定关系时我去寺庙里求的姻缘手串。大师说会庇佑我们的感情永恒，可送给刘雪晴后，他却说不爱在手腕上戴东西，戴了1天就不知丢哪去了。没想到这条遗失很久的手串会突然找到，我刚把它捡起来，就感觉到手腕上一松，紧接着珠子噼里啪啦滚落一地。我常年戴的姻缘手串竟然猝不及防地断了。这一刻，心里某种思绪好像不自觉地加深了几成。我怔了几秒，眼泪滴在了珠子上，下一秒就拿起扫把，连同那条落灰的手串一起扫进了垃圾袋。下楼顺手扔完垃圾，我一眼就看到后天要跟我结婚的女人正醉醺醺地抱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脖子撒娇轻哼。她闺蜜见我过来，连忙要拉开刘雪晴的身子：“雪晴，宇哥来接你了，快起来！”可刘雪晴却一把甩开闺蜜的手，抱得更紧了：“别碰我，我就要赴宴抱。”一刹那，我看清了男人的脸，竟然与我有8、9分像。赴宴正是她初恋的名字。她闺蜜见气氛尴尬，
连忙解释：“宇哥，雪晴她喝多了。”这位是……一旁的男人忽然笑着看向我，主动自我介绍：“傅燕，雪晴高中同桌，你好。”他的笑容如沐春风，虽然我和他长得很像，他却有种特别的气质。怪不得刘雪晴不止一次地捧着我的脸，近乎痴迷的呢喃：“你笑起来不够好看。”那时我还特意对着镜子训练笑容，想要博他欢心。可现在才明白，替身就算再努力，也变不成他心里的白月光。傅燕用一种微妙的眼神打量着我跟他八成像的脸。“你是雪晴的男朋友，秦宇？”我点了点头，刚想说话，醉倒的刘雪晴却忽然仰起头，满脸焦急地冲他解释：“傅燕，这3年我没有让他碰过，我很乖的。”一时间，闺蜜脸上表情很复杂，似是有些无奈，拦都拦不住。傅燕的嘴角则是扬起一抹讥讽的笑意，看了我一眼，没吭声。我的心恍若被利刃刺穿，痛得扭曲，却只能逼着自己表现得体面一些。刘雪晴说的没错，我从来没有碰过她，因为她说她思想保守，除了未来的丈夫，其他人她都接受不了。我只当她自爱，更加珍惜她，可没想到这只是她为傅燕守贞的托词罢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过去把醉得神志不清的刘雪晴从傅燕手里接过来。“谢谢你们把她送回来。”见我反应很平静，傅燕挑了挑眉，从车里取来刘雪晴的包包，递给我。我刚要接过，她就呼地嘶了一声，紧接着傅燕的手背被手提包上的链条划出了一道浅浅的血痕。她没在意，随手擦了一下。我怀里的刘雪晴却忽然睡醒了般，猛地推开我，跌跌撞撞地朝傅燕扑过去。我摔在了地上，手臂擦破了皮，冒出了刺目的血色。刘雪晴却没看我一眼，只是着急地捧着傅燕的手：“怎么这么不小心？疼吗？我给你吹吹。”她小心翼翼地将她的手背抵在唇边，轻轻吹气，呵护得像个易碎的瓷娃娃。我拍了拍身上的土，比起身体的狼狈，心里早就千疮百孔了。傅燕等他吹完气，才好笑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柔声道：“这么点小伤，没事。”刘雪晴却迷迷糊糊地小声嘀咕：“你可是艺术家的手。”说着说着，他的身体又开始站不稳地晃荡。傅燕连忙搂住他的肩膀，看向我：“秦宇，雪晴她太单纯了，想什么就说什么，你别介意。今晚她喝多了，明天会头疼，回去你给她准备热牛奶，能缓解她的不适。还有，晚上她习惯踢被子，你得看着她，别让她着凉了。”他一条条地列举着照顾刘雪晴的细节，无一不在说明他们曾经有多亲密。而这些跟他相恋3年的我，却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说到最后，傅燕才忽然尴尬地笑了下：“我好像说多了，不过我也是关心雪晴，你应该不会在意的吧？”我攥得手心出血，拼命平复汹涌的情绪，才摇摇头。扶着刘雪晴要上楼时，傅燕又跑了过来，笑呵呵地递给我一个盒子。“对了，这是我们今天去捏的泥人，麻烦你拿回去交给他。”回到家，我扶着刘雪晴到沙发上坐下，好奇地打量着盒子里的泥人，才发现这是一对男小人穿着西服，女小人穿着婚纱，做着嘟嘴亲吻的动作。我下意识觉得这像极了我们去试婚纱的样子，可下一秒，我才发现小泥人背后写着隐秘的小字：傅燕、刘雪晴。刘雪晴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看到我手里拿的泥人，恼怒冲过去夺走：“谁让你乱碰了？这是你的东西吗？”说完就转身回房间，砰地把门关上，独留我在客厅。我苦涩地笑了笑：“算了。”
反正已经要离开了，就当给自己这3年的感情画上完美的句号。傅燕说她醉酒后喝热牛奶会缓解，这件事刘雪晴从没告诉过我。既然是对她好的事，我便照做好了。去拿牛奶时经过卧房，我忽然听到里面传来刘雪晴跟闺蜜打电话的声音。发朋友圈果然有用，傅燕为了我还是回国了。我要结婚的事没多少人知道，你说如果傅燕来抢婚，我要不要答应？我的心猛地一揪，浑身一阵阵的发冷。他发朋友圈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傅燕回国抢婚，怪不得当时我求婚成功，他却不让我声张，就连宾客名单也只让我邀请了很少的亲友。我以为他是低调，想省钱，更加想给他一个难忘的婚礼，耗资千万去筹备。没想到他心里期待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出现。一道可悲的讥讽从我心里蔓延。也好，作为留给我曾经挚爱的女人最后一份礼物，便是这场婚礼了。我不再多听，转身通知亲友取消婚约的事，又去热上牛奶，回了房间，就开始收拾去西藏的行李。就在我叠衣服的时候，刘雪晴忽然走了进来，刚想说什么，却在看到满床衣物的时候，面露一丝错愕，蹙眉质问：“秦宇，你收拾这些东西干什么去？”我头也没抬，低声道：“出差。”下意识撒了谎，不想让他知道我要离开。刘雪晴果然相信了，她松了口气，淡淡道：“我正想跟你说，推迟婚后蜜月行程。既然你要出差，那正好了。”我忽然想起在热的牛奶，停下动作，去客厅。刘雪晴皱眉，有些意外我的举动，跟着出去，却在看到我手里端来的热牛奶时，脸色猛然大变。他不由分说的一巴掌掀翻我手里的杯子，拧着秀眉厉声道：“秦宇，你学这些干什么？你以为热杯牛奶就能变成别人了吗？少做这些让人反感的事情，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别模仿别人，东施效颦。”我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温柔，被瞬间粉碎了个彻底。是啊，我就算再如何努力，也终究变不成其他人。刘雪晴，你都明白，可你却把我当成那个人整整3年啊！刘雪晴不再看我一眼，转身回了房间，再次重重关上了门。第2天是我跟刘雪晴约好婚礼彩排的日子。我醒来的时候，她不在家，我以为她忘了这件事，却在下午将近3点的时候接到了他让我去婚礼现场彩排的消息。我知道他不是突然想起来了，而是因为他约到赴宴了。下午我在短视频软件上看到她闺蜜发了动态，背景声里有她跟赴宴说话的声音：“下午你陪我去彩排好不好？结束了我请你吃饭。”直到赴宴答应了，她才不紧不慢地发消息通知我。等我进场时，看到的第一幕就是刘雪晴穿着我花费千万给她定制的婚纱，如降落凡尘的公主般奔向了一身新郎西服的赴宴。底下新请来的小助手忍不住捧脸赞叹：“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刘雪晴满脸喜悦，并没有更正他们的关系。傅燕也欣然接受这个称呼，欣赏着眼前美丽的新娘。只有司仪注意到我站在门口，脸色大变，连忙提醒助手别胡说八道，他不是新郎，新郎是那位。小助手看到我，脸都吓白了。我温和地笑了笑，没事，主动朝着台上2人走去。我上台的时候，刘雪晴还没注意到我，她亲昵地靠在傅燕身边，举着手机给2人自拍，笑一笑。傅燕咔嚓一声，照片拍好后，我才走过去。刘雪晴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冷淡。傅燕见状，识趣地跟她拉开距离，还作势脱西装：“不好意思，
雪晴说我的身材跟你很像，想让我穿上看看效果。这个还给你，你们彩排吧。我下台，我还没说话，刘雪晴就着急地拉住傅燕。傅燕，你等我一会，彩排很快的，结束后咱们去吃饭。傅燕看了我一眼，点点头，递给我西装，我却没接。刘雪晴蹙起眉，刚要对我发火，我平静道：今天就不彩排了，我公司还有点事。刘雪晴眼底闪过喜悦，不过下一秒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有点过了，声音又有些缓和：那你去忙吧，开车路上慢点。我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就在出门的时候，还听到了背后传来刘雪晴对傅燕小心翼翼的声音：傅燕，我其实不想嫁给他，他穿上根本没你帅。后面的话我听不到，也不想听了。我回到公司处理工作的时候，又收到了手机上的刷卡提醒，是我送刘雪晴的信用卡，提示她刷卡吃饭消费了8000块，又去买了条男士领带10万。说起来，他很少陪我出去约会，说他很宅，可现在他的微信步数已经超过了2万步。我不再关注他的消费情况，明天就是离开的时候，这些钱就当送给他了。到了晚上回到家，刘雪晴破天荒地给我打包了饭菜回来，第一次主动对我微笑。吃饭吧。我看着饭盒里的海鲜，蹙了蹙眉。我海鲜过敏。刘雪晴脸上的笑容有些尴尬，作为女朋友的她，竟然从来不知道我的忌口。她眼神闪烁了几下，又拿起一旁的手提袋，挤出一抹笑。对了，我给你买的领带，看看喜欢吗？不用打开，我也知道那条领带是赠品，会员店给我发过信息了。我不想戳破她，只是淡淡道：可能不太合适，你送朋友吧。刘雪晴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异样，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又连忙去给我倒茶。喝点茶吧，这茶挺好喝的。我晚上从来不喝茶，怕影响睡眠，只不过看他眼神灼灼，似乎在努力弥补什么。我不知道这份愧疚出自哪里，不过想到我晚上要在家加班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便点了点头。刘雪晴见我喝茶，松了口气，仿佛完成什么任务般，又关心了我几句，才转身回了房间。我没在意，回去继续工作。做完这些，天亮我就能出发去西藏了。工作到半夜，我去上厕所，却意外看到刘雪晴的房间门半掩着，里面还亮着微弱的灯光。刘雪晴躺在卧室阳台的摇椅上，举着手机。傅燕，你看这里的景色不错吧？下次你过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阳台是我曾经为了跟他欣赏夜景特意打造的浪漫场所，可刘雪晴却每次都拒绝我的邀请，说怕蚊子咬，也自称自己没有浪漫细胞。可现在她的笑容里似乎沁了蜜，幸福到心里去了。这样挺好的。第二天凌晨，我就提着行李箱放轻脚步出门，却看到本该在睡觉的刘雪晴不在房间，卧室门开着，高跟鞋不见了。还有1个小时就是化新娘妆的环节，她去哪儿了？这个疑惑在我走下楼的时候，从手机里看到了答案。短视频软件上推送了一条视频，应该是傅燕的账号，她躺在病床上，拍摄刘雪晴为她削苹果的画面。文案是：傻女孩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不顾一切奔向我，她做到了。紧接着我在评论区看到其他人的留言，才知道傅燕凌晨突发感冒，刘雪晴连忙跑过去照顾她，送她去医院，甚至都没来得及通知我。到了机场，快要登机了，我给刘雪晴打电话，到了现在，我们是时候说清楚了，可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通。我正在编辑分手短信时，刘雪晴才打过来，
一上来就是他不耐烦的质问语气：“秦宇，你催什么催呀？我知道今天是婚礼，只是傅燕生病了，我必须去照顾她。很快我就回去了。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就不会逃婚的。别总打电话来烦我。你先去现场等我，再有半个小时我就过去。”他的声音仿佛连珠炮，轰得我根本没机会插嘴。终于在他停下时，我才平静道：“婚礼让给你们，分手吧。”不等刘雪晴回应，我就挂断了电话，开始登机了。我提前把手机关机，一坐下就开始补觉。至于刘雪晴，当她看到我为她和傅燕准备的婚礼后，一定会很感慨吧。毕竟像我这么大方的前夫哥，世间少有。如今我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跟刘雪晴没有领证。本来我想领的，可她总是找借口推辞，说等办完婚礼再走那些流程不迟。幸好我悬崖勒马，没把自己变成二婚，不然财产也不好分了。6个小时的飞行，我终于抵达了西藏。下飞机后，我刚开机就看到10几个未接来电，还有刘雪晴教训我的消息。我没打算翻看，直接把她的号码、微信拉黑删除。这一排排红色的提示让我不得不感慨，风水轮流转。我秦宇也有让刘雪晴电话轰炸的时候，刚删完，一个电话就又弹起来，似乎是婚礼那边的司仪。接通后，那边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很快司仪就着急地大喊：“秦先生，您可算接电话了，我按照您的安排，把现场改成刘雪晴小姐和傅燕先生的婚礼。可现在柳小姐来了，却说不接受，闹着找我要说法。”她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话筒里传来夺东西的动静，又是一阵颠簸。那头又响起刘雪晴的电话：“秦宇，你搞什么鬼？刚才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还把我拉黑了？你有病是不是？马上把我拉回来！还有婚礼的事，谁让你私自把新郎改成傅燕的？现在很多人都把他当成我们婚姻里的小三，你可把他害惨了。傅燕不顾生病也要来参加我们婚礼，你怎么能戏弄他？我只给你半个小时，马上把咱们的婚礼恢复原样，再给傅燕道歉，否则这婚我就不结了。”终于等他骂完，我才有机会插一句嘴：“那就随你吧，好心送他跟傅燕婚礼，不领情那就算了。”不等刘雪晴说话，我又补充道：“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就别联系我了。”秦宇，我还没同意，你凭什么分手？我挂断电话，我的耳朵终于清静了很多。拿到行李，我打车去了早就预定好的民宿客栈，办理好入住。已经是晚上了，刚到房间坐下，电话就又响了起来。这次是我秘书兰溪：“秦总，柳小姐来公司闹着要见您，我说您不在，她不听，非要进公司找您。我没办法，只好说您去西藏了。”从她无奈的语气中，我都知道刘雪晴在公司闹得有多厉害。我安慰道：“没事，说就说了，别让她影响公司运作就行。就算她知道了也没关系，刘雪晴是不可能到西藏找我的，她可舍不得跟傅燕的两人世界。这场闹剧只不过是觉得被我甩了，没面子而已。”我放下手机，把行李整理出来，毕竟要在西藏待好几天呢。收拾完，我想刷会手机，这时才看到又出现好多个未接来电，不一会又打了过来，我马上挂断。我认出这是刘雪晴的小号，以前有次她用这个号码给我打错过。虽然她很快就挂断了电话，但我还是听出她的声音。我想问她为什么要隐瞒，可想了想，又作罢，免得两人再吵一顿。当时我认为，反正两个人住在一起，各自保留一点隐私挺好，
没想到现在分手了，他倒是不藏着了。这时，房间的门被人敲响，是民宿老板娘。先生，我们在楼下开展了交友会，很多客人在下面，你感兴趣的话，也下来玩呢。我看了眼嗡嗡作响的手机，知道自己是玩不成手机了，便答应下来。到了楼下，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玩狼人杀，见我下来，都热情地招呼我参加。说起来，在认识刘雪晴以前，我还是很热衷于交朋友、旅游的，天南海北的玩，家里也不差钱。只不过后来跟他谈恋爱，他却不让我社交，还振振有词：你如果出去玩，认识别的女孩子，那我怎么办？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刘雪晴说出这种示爱的话，心里激动坏了。可现在想想，她是怕找不到我这么像赴宴的替身而已，所以才会用爱包装起来，达成她的目的。玩游戏期间，有个叫林灿的女孩子坐在我旁边，她看我的目光很热烈，每次我发言都会给到我热情的反应，还贴心的给我倒水喝。聊天中，我才知道她是刚大学毕业，不想接受家里安排工作，才跑出来的。渐渐的，我发现我们两个还真是同病相怜，都是有家不能回，在外面寻找慰藉。游戏结束后，三三两两的，要么回房间，要么留下喝酒。我不想回去，孤独的滋味会让我想起刘雪晴，于是跟林灿搭伙喝酒。你失恋了吗？酒过三巡，林灿好奇地盯着我的脸看，我迷迷糊糊的，随意地笑着。你怎么知道？你哭了？林灿伸出手，冰凉的指尖在我眼角擦拭，他美丽的眸子望着我，就像一汪清水，让我看到了初见刘雪晴的样子，对我充满了探究和好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回到了房间，在睁开眼的时候，只觉得有股幽香若隐若现。紧接着，我看到林灿在桌前摆弄什么花朵。你醒了，我给你热了牛奶。林灿笑着端来一杯热牛奶，盯着我喝。我愣了愣，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没有发生什么。再看看面前的热牛奶，不自觉勾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3年了，刘雪晴从来没有主动照顾过我，都是我单方面付出。喝吧，里面没加东西，哈哈。林灿跟我开玩笑，又掏出手机，加个微信吧，明天搭伴完去。我喝了口牛奶，身体暖和了几分，下意识去拿手机，上面有10来条未接来电，我直接划过去，加上了林灿，他才离开。第2天，我又是被电话吵醒的。秦先生，之前你购置的一处别墅，约好今天去过户，什么时候方便呢？听到房产经纪人的声音，我才突然想起来，为了给刘雪晴惊喜，我特意买了套豪宅，等婚礼结束就带她去过户，给她安全感。可现在想来，无论我给她多少爱、多少钱，都不如赴宴一句话对她重要。记得之前，我每次给她送奢侈品宝、首饰，她总会一脸不悦地教训我不是物质的人，你送这些是羞辱我吗？我吓得连忙解释，生怕她误会。同时，我更加觉得这样的女孩子非常稀有，是好好过日子的人，也越来越爱她。如今想想，她虽然嘴上说着不物质，可收礼物和刷我的卡消费时，却丝毫没有手软。她一个月只有6000工资的小职员，这3年跟我在一起花费的，他这辈子都挣不到。他非但不珍惜，却总仗着我的爱高高在上，对我颐指气使。我这些年过的日子，连狗都不如。等我回去吧，房子不用过户给刘雪晴了。听我这样说，对方也没多问，客客气气地说了声好。挂断电话后，我就把给刘雪晴开的信用卡停了。既然都分手了，没理由再给他花钱。紧接着，
林灿过来敲我的房门，叫我出去玩。我们直奔当地热门景点布达拉宫。来旅游的人很多，也很虔诚，都说来西藏能够洗涤人的心灵。看着这极具特色的建筑，不一样的空气，心境也渐渐开阔。祖国大好河山，等着我去游览，何必拘泥在一个女人身上？林灿不愧是新鲜出炉的大学生，一路上热情地为我讲解当地的民俗故事，他都是提前做攻略学到的。我们去吃了酥油茶、青稞，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特色美食。一路上说说笑笑，这样的旅程倒是比我原来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原本以为独自旅行会很孤独、很迷茫，可没想到会遇到了林灿。生活真是处处有惊喜，只不过这份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被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我跟林灿正在新景点浏览，手机却忽然响起来，接听后竟然是刘雪晴。一上来他就开门见山：秦宇，我到你所住的民宿了，你快回来，你要是不回来，我就一直等。说完，他率先挂了电话。我的心情顿时有些烦躁。刘雪晴过来干什么？都已经分手了，为什么还纠缠不休呢？换做以前，我都不相信这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毕竟他太高傲了，不屑于挽回我这个充满了金钱臭味的男人。可民宿还是要回的，有些话可能必须当面说清楚。我跟林灿说了声抱歉，要临时回民宿，他也没生气，陪着我一起回。等到了民宿楼下，我一眼就看到了刘雪晴坐在外面的石凳上，背着奢侈品包包，拿着手机，声音有些急躁：你们把她照顾好就行了，别说我不在，就说我出去工作了，这点事也干不好，白开你们那么多工资了。正说着，刘雪晴忽然余光看见我，匆匆挂断了电话，朝我走过来，目光在注意到身边的林灿时有些不悦。林灿很坦然地打量了他几眼，才跟我说：我等你哦。我点点头，他才走到一旁翻看我们今天拍的照片。刘雪晴的声音有些压抑的恼怒：他是谁？朋友？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1号朋友？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咄咄逼人，我却没有跟他争吵的兴趣。分手了，你管得着吗？秦宇你！刘雪晴愤怒地瞪着我，我都千里迢迢过来找你了，上次我让傅燕是穿你西装的事，你都用婚礼来报复我了，现在又跑到西藏来，这气你应该撒够了吧？到现在他竟然还以为我在生气上次彩排婚礼的事，我突然觉得没劲透了。这种对我漠视的女人，我到底当初喜欢她哪里？我不是在撒气，是真的要分手。分手？秦宇，你竟然敢跟我分手？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抛下了工作，抛下了生病的傅燕，坐火车10几个小时来的。刘雪晴眼里溢出了委屈的泪光，双拳握紧，仿佛我才是渣男。说实话，我是不敢相信他会为我做到这个地步，毕竟刘雪晴晕车，连高铁都晕10几个小时，对他更是无比煎熬。可下一秒，刘雪晴就甩出了车票凭证。你看，我在火车上那么难受，都是为了你，你竟然要跟我分手。他的声音越来越哽咽，我的目光却有些复杂。现在我看不透他了，他为什么宁愿受这么多罪，还要来找我？如果以前，我肯定会窃喜，我的真心打动他了。可现在，我非常清楚，我只是个替身。那条朋友圈，我看到了，我淡淡的说道。刘雪晴的脸上闪过一抹震惊，她脱口而出：怎么可能？我都屏蔽你。说出口的瞬间，她才猛地捂住嘴，眼神慌乱地眨了眨。她默了几秒，才着急地解释：不是的，你误会了，那条朋友圈是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我输了。
选择大冒险，才发了那句话。我低笑了一声，是吗？刘雪晴急得脸色发红。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不信你问倩倩。倩倩是刘雪晴的闺蜜，她们两个经常互相打掩护。事情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想去争辩。面对赴宴，她羞涩激动的反应，总不能也是假的吧？见我不说话，刘雪晴又急地解释：“你是不是还介意我那次醉酒抱着赴宴？我喝多了，已经没有意识了。你怎么能跟喝酒的人计较呢？醉酒了也能在我跟赴宴初次见面时，他下意识地解释，我没碰过他。醉酒了也能在赴宴手被划伤，不惜推倒我，也要呵护他。”我脸上的笑容有些苦涩。刘雪晴，我们结束吧，我只是替身而已。赴宴回来了，还何必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这场替身游戏，我已经不想奉陪了。刘雪晴却慌乱地抓住我的手，表情有些无助和害怕。她仿佛意识到我不要她了，眼泪越来越多。不是的，我承认我对赴宴还有些感情，但那都是对过去青春的缅怀而已。我要嫁的人是你，秦宇，我错了，我错了行吗？你别抛弃我，你跟我回去，完成婚礼好不好？想起那场婚礼，我的唇角扬起一抹讥讽，一切都是错误，就连求婚，他喊出的名字也是赴宴。秦宇，你不知道，当我赶到现场，看到新郎名字是赴宴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很生气，也很慌张，我心里爱的是你啊。刘雪晴哽咽地解释着，表现出了3年加起来都没有过的失态。我摇了摇头，甩开她的手，别烦我。这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我叫上林灿回民宿去，可刘雪晴却亦步亦趋地跟着我，直到我到了房间门口，她还是跟着。我不走了，我要跟你住一起。你去呢？我去呢？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他有这么无赖的一面。以前他但凡主动爱过我一分，我们恐怕都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只可惜太迟了。刘雪晴，请自重。我冷冷地说，他的眼睛里再次泛出了委屈的泪光。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重话，今天却说了很多次。他有些落差，执拗地拉着我的手，大有只要我开门，他就会闯进去。就在我不知怎么办时，林灿从隔壁出来，笑眯眯地走过来，掰开刘雪晴的手，挽着我的手臂，来我房间睡。我看着他狡黠的眸子，心里的烦躁突然消散了很多。我点了点头，没再看刘雪晴一眼，去了林灿的房间。秦宇，门被林灿啪地关上，就把刘雪晴消音了。林灿让我到沙发上坐下，又倒了杯热水递给我。你还要跟他复合吗？我摇了摇头。他忽然得意一笑，神神秘秘道：那好，我有办法让你摆脱他。什么？跟我谈恋爱？林灿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我却没有来得有些尴尬。虽然短短相处了1天，我对这妮子印象挺好的，但是一下子这么主动求爱，倒是让我这个大男人有些不适应了。就在我还没回应的时候，门被重力砸响。秦宇，你给我出来！出来！我不许你跟那个女人一起睡！快出来！刘雪晴在外面喊叫。我怕让民宿的其他人误会混乱的关系，赶紧开门，让她别吵了。一见到我，刘雪晴就闭嘴了，泪眼盈盈地望着我。我订到其他房间了，我不打扰你，你回去睡吧。我还是回到了房间休息。只是第2天清晨，所有人都没睡醒的时候，我就独自出了门。我不想面对刘雪晴的纠缠，也不想让林灿因为我陷入这种没有意义的词境里。绕着山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感受到了自由。就在我想要拍拍照记录一下的时候，身后忽然冲出来一辆车，司机大喊着快跑，刹车失灵了。我连连后退，
没被车撞到，自己反而失足掉下了山坡。后面的事我就没意识了。再次醒来，我感觉呼吸非常困难，还有刺骨的凉意，眼前一片漆黑，我竟然还在山坡底下。夜晚的降温让我身体几乎冷到僵硬，并不高反的我也开始头晕目眩。手机摔在距离我10米的地方，我拼命爬着过去，才终于碰到了手机，却已经筋疲力尽。再次快要昏过去的时候，我的手碰到了最近的联系人刘雪晴。嘟嘟嘟，没人接，始终没人接。濒死的我眼前越来越模糊，难道我就要这么死了吗？我不想死。刘雪晴，接电话。这就是我昏迷时脑子里最后残存的意识。再次醒来，我已经在医院了。林灿拉着我的手，见我醒来，激动地落下泪来。你醒了，他们说你要是再睡下去，人就没了。说着，他呜呜地哭起来。他说他见我一直不回民宿，怀疑我出事了，到处去找，终于在失事的司机那里得到我的消息。所以他沿着公路一直找，一直找，终于找到我了。那时我都快硬了。你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我好怕你死掉。他哭得满脸泪花，还是我安慰了好久，才平静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刘雪晴早上找不到我，本来想找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于是就又回京城了。直到现在，他也没给我打来电话，问问怎么了。要不是林灿，我这条命就没了。林灿给我送来饭后，我才接到电话，不过是公司秘书打来的，让我处理突发的工作。我口述，林灿帮我打字处理，配合得很好，气氛也意外的和谐。工作处理完后，我跟林灿说了养好伤就要回去的事，他说他也回京城，他也该回家了。养伤的期间，我接到了刘雪晴的电话，本以为她会问我那天的电话，结果她上来就是一句：秦宇，你怎么把我信用卡停了？你快把我卡权限打开，我跟傅燕在店里等着结账呢。我们是帮你挑礼物，你就别生气了。我不管她后面说什么，直接挂断了电话。1个星期后，我跟林灿飞回京城，也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刘雪晴还在不停骚扰我，我直接换了手机号，还让所有共同朋友禁止提供我的新联系方式，公司也禁止他入内。我本以为接下来就不会再见到他了，直到我带着林灿去吃饭，竟然偶遇了刘雪晴和傅燕。秦宇，我终于见到你了，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找你找得多辛苦。你在西藏受伤的事我知道了，对不起，我那天听说傅燕生病了，就着急回去了，才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差点害你。不等他说完，林灿霸气地打断他：你闭嘴吧，渣女，跟你的白月光吃饭去吧，话那么多，别骚扰我男朋友。刘雪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跟林灿，刚想说什么，我就带着林灿走了。之后的几天，我听说刘雪晴跟傅燕大吵了一架，傅燕甩下他，又去了国外，他却一直在找我，想挽回我，可都没有结果。3个月后，我跟林灿结婚，盛大的婚礼上，我看着貌美穿着婚纱的林灿，心里幸福到了极致。拥吻新娘的环节，我的余光扫到了人群里一抹身影，她红着眼眶，在无声的流泪。是刘雪晴，这一切本该是她的，现在却成了别人的。我不再多想，在众人的欢呼中，低头吻上了我的新娘。从此，我不再是谁的替身，我叫秦宇，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